终于自由了。不要为我伤心，你不要哭。对我来说，现在终于感受到快乐，没有愧疚，不用掩饰，也不用假装了。你醒了，不要动，我去叫医生。是，护士说他刚醒来。OK， 你们问吧，给你们5分钟。谢谢。金小姐，你好，我姓杨，是负责你这起车祸的警察。请问你记不记得车祸当时发生什么事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难道不记得你被车撞？这样看来，你也不知道你爷爷的事。我爷爷怎么了？抱歉，你一醒来就得告诉你这样的消息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样了？在你发生车祸当天，你爷爷他在附近的公园突然心脏病发作，已经过世了。金小姐，喂，金小姐，金小姐，护士，护士，护士，金小姐，金小姐，医生，葬礼已经办完了，为什么还不能够让我知道？金董事长，这真的不是我能做主的。我是他唯一的儿子，凯婷现在又昏迷不醒，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起来。这份遗嘱事关重大，再这样拖下去，公司就要大乱了。金老先生深情特别交代，这份遗嘱必须在你、凯婷、凯德同时在场的状态下才能宣读啊。再等多几天吧，我相信凯婷吉人自有天相，很快就能醒来。
医院刚刚打来，你姐姐醒了。来，你们的金堂招牌早餐来啦！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弄多一杯。好了，快点啦！不好意思啊，多一杯咖啡。老板，我的套餐呢？马上来，马上来。来啦，你们的金台招牌。OK， 谢谢你。谢谢。请慢用啊。经理，不用，我去。胡椒粉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请慢用。沈经理，接着下来让我们接手好了，你都帮了老半天了，应该是累了哦。我确实没帮上什么忙。之前看你们店长做的时候好像很容易，自己做才发现有多难。专业不同嘛，我们店长希望能够早一点回来，这些客人都是冲着他来的。放心，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感觉很怪，好像睡了一觉起来，整个世界都变了。爷爷他，你已经知道了。刚刚有听警官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爷爷那天突然要求看护不要跟着他，和你一起出门。可是后来却被人看到，在我们家附近的美泉公园里，心脏病发。等救护车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被车撞的地方也在附近，可是没人看你是怎么被撞的。我只记得那天我到店里上班，有一通电话打进来，我就去接。之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连谁打电话给我都不记得了。没事的，总之，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把身体养好，说不定身体恢复之后，记忆就回来了。
我们刚刚为他做了一些身体检查，并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，我建议还是……你只要让我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出院就好。我建议还是留在医院多观察2天，确认了没事，再出院比较安心。我知道了。凯德，爸，你来了。姐在病房里，你要上去看看她吗？我刚刚有上去看过他，不是说好吗？你一有时间就到公司找安格艾伦，去学习有关公司的事情。等姐出院了，我会找时间回公司的。你不要一直催我。那，你先跟我回去。你姐在这里，很多人看着她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别忘记，你是金堂咖啡的继承人，不要让外人看笑话。好，我陪你回去。但是先让我把这些东西拿给姐，她醒来可以用。金董事长。上楼，请开点。海婷，我进来了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个病房的病人去了哪里？真不巧，金小姐很坚持的要出院，一早就已经离开了。你现在长大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叫你回来你就跑，搞到3更半夜才回来。大学都快毕业了，还在鬼混。好啦，一大早吃饭就生气，对消化不好。凯婷不是醒了吗？那她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已经出院了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医生不是说你还需要留院观察2天吗？我没事啦。况且，爸不是急着要我出院吗？是你自己想要提前出院的啊，不要扯到我身上了。我先回房休息。那你至少先吃点东西嘛。我没胃口。姐，我进来喽。这些都是我诚心诚意帮你切的，不准嫌丑。你在想妈妈和爷爷啊？我只是在发呆。最怕你饿肚子的人来了。谢谢情书。哼，姐，你偏心啊！情书准备的时候你就吃。对了，爸说明天一早爷爷的律师会来宣读遗嘱，我和你都要在。现在正式宣读金伟明先生的遗嘱。我金伟明撤销所有以前关于我名下财产的遗嘱，以此文件作为最终遗嘱。首先，
从不动产开始。位于新宁路的办公大楼由金有福、金凯婷还有金凯德共同继承。位于新山的2公顷土地由金有福继承。至于 CS 银行保险箱内的黄金，由金有福还有金凯德共同继承。最后是金堂咖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，我名下持有金堂咖啡股份有限公司58%的股份，全部由孙女金凯婷为唯一继承人。如果宣读遗嘱时，她还未年满30岁，则于她年满30岁时正式继承。在未满30岁前，除买卖以及变更外，金凯婷享有与其他股东相同权益。我一定要继承吗？你有打算放弃？也要等到你年满30岁。这是金老先生当初订立遗嘱特别的条款，也就是3个月后。也就是说，3个月后，这些股份任由我全权处理。是的，3个月后，这些股份就归你所有，怎样处理都是你的合法权利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爷爷打算把公司交给你？想什么那么专心？我带了你最爱的咖椰牛奶。我爷爷把他所有在公司的股份都给了我。真的啊？那你爸呢？我看我现在是他全世界最讨厌的人了。那你之后不就变成我老板？不知道为什么爷爷做出这样子的决定，他又突然走得那么快。先别想这些啦，我真的是未卜先知啊，就知道你一定需要这个。加油，牛奶。谢啦。爸睡了。你看，这是你画的吗？哇，你很厉害。还有这个。想看爸爸穿那个。你要小心。我听警方说，你是在这个路边被撞倒的。只是有人听到声音跑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倒在路边昏迷不醒。那他肇事车辆已经跑了。
你去纽约有没有收获？有啊，我去了帝国大厦，也看了自由女神。纽约真的很多好玩的地方。那个你最想去的舞团呢？有去看看吗？反正不可能真的进去，看了反而让自己难过。都是姐没用，要是妈在的话，她一定有办法。妈妈，这样会干吗？当然会啦！你要谢谢姐姐，因为有姐姐的帮忙，妈妈才能很快的把衣服吹干，这样明天你才能穿去上课。谢谢姐姐。妈妈，是不是因为不能让别人知道弟弟去跳舞，你才不让安提帮忙洗弟弟的跳舞衣服？是的，那这是我们3个人的小秘密。因为妈妈说爸爸不喜欢跳舞，所以不能说。如果爸爸知道，我就不能上课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过你放心，妈妈跟姐姐一定会跟你一起保守这秘密，让你能继续跳舞，好不好？好，耶！姐，对我来说，你跟妈妈都一样，都是这世界上最能理解我的人。所以不要说你没有用，这样会让我更难过。你是我最有用的姐姐，没办法，谁叫我只有个姐姐。走吧。金哥，今天为什么那么忙啊？哎呀，星期二就是这样啊，忙得不得了，order又这样多。店长，怎么我一觉得你一回来，我好像好累嘞？那我是不是该休息多几天？不要了，店长，这2个星期你不在的时候，一堆顾客一直缠着我们问你几时才回来呢？来拿着。啊，那里我每天都有注意的哦，这应该是刚才弄到的吧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做得很好啦。或许我可以像沈经理这样说的，多休息几天。哎，你不在，沈经理会来，还是不要好了。我灭了火之后，就追着那个可疑人物到了后巷，后来他就匆匆跑掉了。我们一直都很小心，不会放一些易燃物或者是电器之类的，
所以这里不会无缘无故起火。那你有任何怀疑的对象吗？比如对店里不满的离职人员或厂商？应该没有。承办车祸的杨警官是我的长官，我也会把今天的案子向他通报一下，以防万一。谢谢。你是不是觉得今天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？你之前在医院不在店都没有事情，一回来就有事情。你是不是嫌我们家最近的事情还不够多？这样管一间店都管不好，将来怎么把整间公司交给你？真是家门不幸。凯德 ，stop， stop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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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什么？你想弄伤你自己吗？受伤是受伤，反正身体是我的，要怎么使用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这不是这五步的精神吗？我要你展现的，是一个被禁锢的灵魂，终于冲破了重重的障碍，得以自由自在的感觉。不过你现在呢？我只看到一个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灵魂，不断在伤害自己。凯德，我知道不容易，甚至很痛苦。不过我想要你专心的去感觉，去听你内在的声音。只要你能够真正的和自己对话，你一定能够完成这支舞的。以后练习的时候，我要你把自己录下来。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。你们在干嘛？这些全家福都黄了，我跟你爸说过要拍一张新的全家福，你爸也同意了。你和我爸的合照，你爱拍几张我都不想管，但是这已经是我妈留在家最后一点痕迹，你都想拿掉，到底有什么居心？凯婷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看这些照片都旧了，可以叫人来整理一下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不爱就是一张相片，你跟长辈大呼小叫什么？爷爷才刚走，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把照片换掉，还真的是做长辈的榜样。烦了，你是在说我不孝是不是？啊？老公，是误会。凯婷，你爸绝对没有那个意思，
是我自作主张，想让大家能换换心情。你不用在我面前演戏，在家里，你有我爸一个忠实观众就够了。金凯婷，你什么态度？给我站着，跟你阿姨道歉。老公，你没听见我说话吗？好，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是金堂未来合法的继承人，那我们家传的嘎亚秘方在哪？嘎亚秘方是妈妈研发出来的。当她走后，秘方一直都是爷爷保管着，不在我这里。爷爷居然会让你来继承金堂，怎么可能没有把这个秘方也交给你呢？我跟你一样，是当天才看到遗嘱，我怎么会知道在哪里？爷爷怎么可能没有跟你讲遗嘱的内容呢？我都不知道这几年你暗地里是怎么说动爷爷把公司交给你。爷爷从来不会任人摆布，他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你是说，爷爷觉得我没有资格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吧？这么多年来，在爷爷的默许下，我一直帮 Uncle Alan 分析营运资料，做出策略建议。你不也都知道？难道让我接管金堂有那么不合理吗？这是真的。爷爷，一路走好。你说这些东西真的会到他们手上吗？你信，就会收到。人生在世，每天都争权夺利。要是死后还要等亲人烧钱让他们过日子，这样也太没意思了。你想退出？你也知道我爸的个性，就算我不想辜负我爷爷对我的期望，那我真的不知道这样争下去有什么意义。有时我在想，要是凯德可以接手的话，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。但是我知道，凯德从来都不想参与公司的事。不管你想不想参与，都要小心。要小心，你呢？为那个不简单。进来。董事长，这个新闻你应该看一下。知名的金堂咖啡最近适逢多事之秋。不久前，创始人金伟明在公园意外心脏病发过世，外界纷纷猜测会由谁接班。现在有消息指出，金伟明将他所有的金堂咖啡股份全部留给了孙女金凯婷，而非现任的金堂董事长金有福。
据悉，金伟明过世当天，他的孙女金凯婷也在附近发生车祸意外。前天凌晨，金堂咖啡创始店更疑似遭人纵火。目前案件仍由警方侦办中。于金伟明先生的遗嘱内容则尚未获得金堂咖啡证实。你看到新闻了吧？新闻出来，时间就越来越紧急，你还要等什么啊？我们是同一条船的，不要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。阿晴，你在我们家开车有多少年了？23年。这么久了。那些年，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？我也太为难你了。就算我真的是做的不好，你也不可能当面说出来。但你说我爸是不是就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，所以才把公司留给凯婷？从小到大，我在爸的眼里永远比不过有才。后来就算哥走了，他还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。现在他也走了，他还是要留下一张遗嘱，清楚明白地告诉我，我始终不是他心里那个合格的接班人。我刚刚说的那些都忘了吧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根据目击者指出，你和金伟明先生当天就是在这里聊天。当时看到你们的是一对情侣。那他们有说我和爷爷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吗？
没有，只说你们聊了大概10几分钟后，你就先离开了。那我爷爷呢？那位男生说，他立刻跑去求救，但是救护车到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杨警官，你能不能陪我去我出车祸的现场一下？这个地点距离刚才那边，如果走过来的话，大概5分钟左右。当时看到我的人，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吗？那位先生说，他刚好在附近运动，远远听到刹车声，就赶过来看看。到了这里，他只看到你受伤，躺在地上，但是他没看到事情发生的经过。不是说好一起来吗？怎么不等我？刚刚杨警官说有空，我就赶过来了，抱歉。有没有想起什么？都是一些片段，根本拼凑不了什么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爷爷一个人留在那里，还是他自己想要独处。总之，我现在的记忆就好像一团迷雾，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意外。先别想太多啦，慢慢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一听到你的留言，就马上跟公司请了2天假，打算跟你一起找线索，够意思吧？你是自己不想上班吧？拿我当偷懒的借口。有这么明显吗？千万被你发现。走吧，我们去喝咖啡。喂，干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是我们问你才对吧？为什么跟踪我们？谁跟踪你？我都不懂你们在讲什么。你刚才一路跟我们回来这里，还在这边等那么久，不要跟我说是巧合啊！这条路是你们的，在这里停车休息，不可以吗？我是犯了什么法？那天纵火的人是你，对不对？喂，你不要乱说话哦！那天去咖啡店放火的人不是我。我们都没说是咖啡店，你怎么知道？反正他不干我的事，神经病，走开！说啊，是谁派你去店里纵火，还要跟踪我们？你说啊！好，我说。我承认我有跟踪，但我真的没有放火。那天去放火的是别人，我有看到他。你再不说实话，你信不信我开枪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天放火的人，你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吗？妈的！竟然拿假枪来吓人！真倒霉，碰上一群疯子！你们全家都是疯子！哎，嘉豪，不要追了！
凯婷，我想起来了，蒙面精。所以当时那台车是故意要撞你的。嗯，我记得有人拉着我，我才不会被车撞到，而是撞到旁边的鹦鹉才昏过去。但警察说，发现我被撞的人根本没有看到我是怎么出事的。那关于爷爷的部分，你有回想起什么吗？都是一些零碎片段。我记得他要我小心，但是又想不起来他要我小心什么。会不会是你爷爷知道有人要伤害你，所以提醒你要你小心点？可能是你们家曾经跟谁结冤。我爷爷最相信和气生财，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跟谁大声说话。对啊，只会跟爷爷闹不愉快的，大概就是我爸。我记得爷爷有一些旧文件在储藏室里，我可能可以去看一下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你动作太慢，那天遗嘱宣布完，爸就把爷爷的东西都搬进主卧室了。真倒霉，碰上一群疯子！你们全家都是疯子！你什么意思？他出去了，什么叫我把事情搞成这样？你也不想想，我做这些是为了谁？你。才大伯，大伯和妈订过婚。爸，阿福，你很久没有这样叫我的名字了。我知道你有一个秘密，一直收在心里。当时有才出事，你原本可以救他的。你是我丈夫，我们孩子的爸，我不怪你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没有原谅自己，我想请求你一件事。不管什么事，我都会答应你哦。好好照顾凯婷和凯德，
不要让他们承受跟你一样的苦，让他们快乐长大，做他们喜欢的事。孩子的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们。你妈跟你大伯，所以你妈原本是你大伯的未婚妻，可是你大伯突然意外过世，你妈才会嫁给你吧？这是我的推测。以前爷爷跟爸妈很少提到大伯，现在知道大伯和妈曾经订婚，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避而不谈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爸那么讨厌我，甚至还请人来跟踪我。你真的确定那个人是你爸派来的？遗嘱公布之后，我爸就认为是我唆使爷爷把金堂从他手中抢走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女儿，而是他的敌人了。对啊，今天真好玩。他们两个的关系还真的不错。我没有跟你说过吗？我以前以为婉玲是凯德的初恋。原来你真的没试过。放松，不要紧张，这是很平常的事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你体验过以后就不用怕了。OK？ 你们在干嘛？姐，我凯德说他从来没跟女生接吻过，觉得好奇，我就让他试试看喽。凯德，对吗？凯德，凯德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敏感，你为什么要捉弄他？现在什么时代了，只是亲个吻罢了，不用这么大惊小怪吧？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，但凯德，不要说谈恋爱，连和女生相处都很少，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小事。我刚刚跟他说得很清楚，只是让他体验一下，没其他意思。他也是要长大的吧？我去照顾爷爷了。我想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喜欢婉玲了。这已经不是个秘密了。好了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陪我聊天。不客气。好看吗？
你穿什么都好看。看，还有这些，以后我每天换不一样的给你看。你让凯德陪你去买这些啊？他只是在旁边等我，又没看我穿。你该不会是吃自己儿子的醋吧？当然没有啦。我知道凯德向来跟你的关系都很好，他也很关心你啊。当后妈真难，怎样做都不对。我可没有说你做的不好哦。你好像觉得我跟凯德太亲了啊。哪有的事？你们相处融洽，我很开心。凯德就好，不像凯婷，总是跟我唱反调。我看你们两父女闹成这样，心里也觉得不舒服。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谈吗？嗯？反正我们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结果的。我曾想过，如果这样一刀就能结束一切，该有多好。于是，我就真的这样做了。凯特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要做傻事？没事的，这只是我之前不小心割伤。你还想瞒我？有什么事情让你想不开？你告诉姐。天底下再大的事都可以解决。你告诉姐姐，让我帮你好吗？自从妈走后，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亲人，我不能失去你，你懂吗？等到你想说，再告诉我。但是答应我，你不可以再伤害自己，好吗？我刚刚去找杨警官，我跟他说，跟踪我的人、纵火的人，还有开车撞我的人是不同的人。结果他告诉我一件事情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婉玲曾经改过名字，她的本名叫做邱美琪。他从来没说过哎。你觉得婉玲和你发生的这些事有关？无凭无据，不可以因为我不喜欢他而怀疑他。但是，我只知道他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们。哇，你今天穿得很漂亮，老欢迎你。
当了金夫人果然不一样哦，现在都闻不得这些烟酒味了。前面2次都失败了，我想知道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。你知道的越少越好，不是吗？总之，我的人会搞定，你耐心等着就是了。不要叫我等，新闻都报了，已经没有时间。哦，你也知道新闻在报。现在事情正在风头上，要是我让他们贸然行动，岂不是方便让警察更快找到我们？什么我们？你不要忘了，你保证不会牵扯到我。要是我出事，你们1毛钱都拿不到。美琪，你就安心做你的金夫人吧。这些脏事我会搞定，但你记住，时间和人都是我说了算。你要是再啰嗦，我也有办法搞定你。好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向来有什么说什么。倒是你那个男朋友，你自己最好小心一点，不要被人卖了，还帮人家数钞票。为什么找人跟踪我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，值得大惊小怪的。你是金堂未来的继承人，为了你的安危，所以我找人跟着你。爸，我们之间不用再假装了。从小到大，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的安危？说不定想要害我的人就是你。你乱说什么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？那你有真正当我是你女儿吗？以前我一直期待有一个正常的父亲，可以爱我，可以关心我。我希望他可以看到我的努力。但是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无论我做什么都没有用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多余的。你今天是要来跟我宣誓主权，是不是？不要以为爷爷认为你可以管理金堂，你就可以造反了。我是不会让你接管金堂的。你终于说出你的真心话了，在你的内心深处，你就是不想让我接管金堂，因为我是女的，对吗？要是让你接管金堂，等你结婚，公司就变成别人的。事业本来就是要传承给儿子，这个是华人几千年来的传统。我不会让金堂断送在你手上的。是，对你来说，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，就像当年一样，妈的特制改亚酱救回了要倒闭的金堂，连爷爷都很感谢她。但是，就是因为她是女的，你的老婆，你就把她所有的成就当成是属于你的。事实上，如果没有妈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滚！我金有福，没有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女儿。滚！没错，你的确以后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金老板，
你就等我30岁那天接管金堂吧。哎，小心！对不起。你还要小心。爷爷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，爷爷？凯婷，除了遗嘱之外，你还要小心。万玲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她千方百计成为了我们金家的女主人，我怕她将来可能也会伤害你的。你醒了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在人家的店里喝到打烊，还赖着不肯走。我怕我这个样子啊，把你送回家，老板会开除我，所以我只好把你带回来了。结果一回来，你又继续吵着要喝，还拉着我把我家的酒都喝完。抱歉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只是我第一次喝成这样。偶尔放纵一下还好，我看你平时压抑太久了。9点，我要迟到了。喂，小姐，你忘了你还在放假？那你呢？你不用上班吗？今天是周日，我去倒杯水给你。你也喜欢玩具车啊？你的水。谢谢。喂，凯德。喂，凯德。凌晨是我打电话报警，当时你们告诉我失踪的时间太短，叫我再等等，不是吗？金先生，你不要激动，我们没有怀疑你，我们只希望你能协助我们理清案情。你就是金小姐，金凯婷。我们正在调查你继母邱婉玲的命案，需要问你一些问题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今早我们接到报案，她的尸体在附近的公园被发现。那个公园也是之前金伟明先生
意外过世的弟弟。我昨天有到那个公园，你跟你的继母有约？没有，我只是去公园走走，差不多7点多左右。当时公园没什么人。相关的细节，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吗？我昨天傍晚到公司找我爸，因为想念爷爷，所以就到了那个公园走走。当时是差不多7点多到8点之间。接着我就到餐厅吃饭，然后打电话给我朋友，让他陪我喝酒。已经确定是他杀吗？以案发现场的状况，比较偏向他杀。所以你们都没有察觉他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。虽然住在一起，但是和他的生活交际比较少，所以没有注意。好了，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。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会再通知你们的。陈警官，请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去接我太太？等法医完成相应手续，我们会再通知家属。金先生，请节哀。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，让我太太可以安息。你昨晚为什么会到那个公园？我刚刚说了，我想念爷爷才去那个公园。那你为什么晚上没有回家？我跟朋友喝酒，喝醉了才没回家。难道你不信吗？就那么刚巧，婉玲出事。你和凯德2个人都没有回来。爸，难道你觉得婉玲的死跟我和凯德有关吗？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先回房去了。哥，10年了。那天明明知道你在水中呛水，我竟然失心疯，没有出手救你，眼睁睁看你。这10年来，每一天我的心都被这件事压着。我知道是我活该，我也不敢求你原谅。这辈子我欠你的已经还不了了。若有下辈子，有福，你好了吗？爸说该出门拜祭啦。哦，今天是有才10周年忌日，爸准备的东西特别多，你去帮忙看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
老板，外面来了几位警察，说要找凯德。你们找我儿子有什么事？金凯德先生涉嫌杀害邱婉玲小姐，我们是来逮捕他归案的。陈警官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我弟弟不可能是杀人犯。是不是误会？等审讯过后就知道了。你们想做什么？你们搞错了，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姐，我没有杀人。你不用慌张，我一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。金小姐，请你也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需要你协助调查。金小姐，我知道你说大概7、8点，你曾去过案发现场。我的问题是，在那之前呢？我大概5点多去公司找我爸，约莫6点左右我离开了公司，接着我就到了公园。当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有一个骑着脚车的人差一点撞到我。后来因为心情不好，就到了市区找一个喝酒的 cafe。那个去接你的人是谁啊？他叫沈家豪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金堂的业务经理。我还想再喝。老板要打烊了，改天再喝，走吧。后来我只记得，第2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在他家，因为一直吵着喝酒，他怕送我回家被我爸责备。如果你们有疑虑，可以去找他问问。这个我们会去处理。金小姐，谢谢你跟警方合作。谢谢。陈警官，请问我弟弟可以走了吗？他一直不肯透露当晚确切的行踪，我们需要继续问讯。那邱婉玲的死，到底跟我弟弟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们用嫌疑犯的身份去拘捕他？他们当晚曾经单独在外面见面，还被人看到发生口角，场面搞得有点不愉快。按照法医的推测，邱婉玲的遇害时间就是在他们见面之后的10点左右。他一直不肯交代清楚他跟邱婉玲见面之后的动向，只说回学校。学校晚上是关闭的。陈警官，能不能让我跟弟弟见个面？只5分钟哦。谢谢陈警官。凯德，你看着我。你那天晚上是不是跟婉玲在一起？那天我心情不好，就叫他一起吃饭。喝点吧。你是不是喜欢婉玲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只是比较聊得来。我知道，他一直喜欢服装设计，他有时会把他自己画的设计稿拿来找我讨论。那天我找不到你，才叫他一起吃饭。凯德，其实能出国留学真的很不错。你看我。这辈子大概都别想了，就不能给我1顿饭的时间，不要聊这些事吗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随便聊聊而已。随便聊聊，你还不是想帮我爸催我？我就不该约你出来吃饭。
算我自找苦吃。真的好心没好报，我也不过去提一下，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？后来呢？后来他自己招了车走，我不想回家，就回学校，找了个地方，一个人待到早上。就连我都感觉得到，你说的不是全部的真相。要是你不说的话，警方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婉玲真的不是我杀的，她的死跟我无关，是真的，姐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信你，但是没有用啊。警方认为你不在场的证明不够充分，所以才怀疑你。时间到了，这位是金凯德先生的律师。凯德，你父亲委任我担任你的代表律师，我会协助你的。方律师，你之前不是说很有把握吗？我也是刚刚收到消息，警方那边掌握了新的证据。是什么？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垃圾桶里面，找到了凯德当天晚上穿过的一件外套。那件外套在餐馆有人看到，所以这等于推翻了他之前给警方的所有证词，加大了他的嫌疑啊！方律师，如果警方发现凯德对婉玲有爱慕之情，那会怎么样？这会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主动向警方提及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更有力的不在场证据，或者有别的嫌疑人出现，否则凯德被定罪的机会很大。凯德，在拍什么？我要你告诉我事实。你是不是喝醉了？你这么晚叫我来这里，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你不肯说，那我先说。我不要跟你分手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。艾九，你不是要我诚实面对自己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爱你。你不要再拍了，这里晚上是不开放的，被人家发现的话就不好了。给我。好，我不拍。
那你能对我坦白吗？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感觉？不要告诉我你没有。我知道你有的。凯德，你不要这样。那你告诉我啊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为什么不敢面对我？你是不是有别人了？你说你要我勇敢，那你呢？你自己做不到的事，却要我做到。我没有爱上其他人，我只爱你一个。不过，我没有资格跟你在一起。其实我有病，剩下时间也不多。按照法医的推测，邱婉宁的遇害时间就是在他们见面之后的10点左右。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了。我相信，如果 Nigel 知道你为了他这样，他一定不会让你这样做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们那晚的对话被你不小心录下来，那段影片的时间点就可以证明你当天是不可能在那个公园的。如果 Nigel 可以作证，不能让他出面。姐，我求你。凯德，我知道你不想 Nigel 因为这件事情曝光而受伤害，但是这关系到你的人生，你的前途。我什么也没有做，我相信一定有其他办法证明我的清白。姐，答应我，不要去找奈中，这段画面真的不能公开。这件事情太重大，姐没有办法答应你。我相信警方不会把真开。不可以，我不准你去。会面结束，不要碰我，姐，答应我不要去找他。姐，你不能去找他。爸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也要注意身体。你今天去看了凯德，他还好吧？还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证明凯德的清白。今天陈警官来找过我，跟我讲了很多婉玲以前的事情。他说他改了名字，欠了很多人钱，也当过陪酒女郎。我也不知道我给他骗了多少事。或许
他也有苦衷吧？这个时候你反而还帮他说话，你呀，就是喜欢跟我唱反调。我只是很感慨，夫妻一场。这些年来，我竟然是跟一个陌生人同床共枕。我就连放在我睡床里的这个铁盒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总之，我是给这个女人给害了。我不能够让我们金家唯一的儿子也断送在她的手里。刚才你不是说你可以救凯德吗？不然你去跟警方说，那天晚上是你跟婉玲在公园里见面，啊？你要我替凯德顶罪？我只是说说罢了。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的，手足情又怎么样？感情再好啊，大难临头啊，都各自飞啊。我说过，我会帮凯德。但不是这种荒谬的方法。算了，就让你的弟自求多福吧。我们金家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如果爷爷看见了，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。凯德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还以为他这几天心情不好，没有跟我联络，怎么突然间会扯上杀人案？凯德不愿意交代当晚的行踪，而且现场有对他很不利的证据。所以警方以嫌疑犯的身份逮捕他。不可能，凯德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。他连一只流浪狗都会加以疼爱，他怎么可能杀人呢？我知道，但是警方要的是证据。在这里签个名，你可以走了。你们找到新的嫌疑人了？我们获取到了你的不在场证明，足够证明在案发当晚你没有出现在美泉公园。是什么不在场证明啊？我们取得了一段录像画面。同时，你的舞蹈老师也证明，当天晚上他是和你在一起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回来了，回来就好了。你姐告诉我，她一定会把你给救出来。我还真的不相信，没想到。还真是有办法。回来就好。我都说不要这样做了，你为什么不听？这是帮你洗脱嫌疑唯一的办法，我不得已，我一定要这样做。你知道这样会害拿就变成怎么样吗？他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待在新加坡了。
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呢？凯婷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董事长，股东们在发起临时会议，想要撤换董事长。是谁发起的？就是想与你合作加盟店扩展计划的张总裁 Irving Teo。凯德，请原谅我不告而别。其实，我本来就打算要走，如今只是提前离开而已。不要用这件事去怪任何人，尤其是你自己。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变坏，时间大概不多了。在我短暂的生命里，我很高兴能遇见你。现在的我已经回到纽约，在家人身边度过最后的时光。抱歉，无法遵守和你一起在纽约生活的约定，但我始终希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自由。祝福你，在我心里最重要的你，愿你快乐。Nigel。Uncle Allen， 哎，大小姐，你在等我？你刚刚跟我爸开完会吗？是啊。公司现在的状况还好吗？有个新股东发动临时动议，想要撤换董事长。大小姐，你还是会支持董事长的吧？那个投资方当初是如何接触到的？我记得是那位业务部经理沈家豪出差的时候，对方主动找上他的。沈家豪？他一出差回来啊，就立刻向他的主管汇报，还主动做了背景调查。他的主管呢，就把资料呈上给董事长。董事长当时啊，还称赞说他们业务部做得不错。嗨，我是嘉豪，我现在无法接听你的电话，有事请留言。是我，我想问，你是不是很早就认识婉玲了？不愧是我喜欢的女人，果然是第一个发现的。所以你一直在骗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太心急了，我们慢慢来。你先去查一查1969年的农历新年，美琴公园的附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不觉得丢脸啊？这是我最骄傲的一件事，爸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也不知道是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。你是我金有福的儿子，是金堂咖啡的接班人。去把这身衣服给换掉。我是你儿子没错，但我从来不想当什么接班人。我和姐都因为你，被迫隐藏真实的自己，去迎合你的期待。真的不想再装了。好啊，跟你姐学。你们是不是都想跟我脱离关系？反正你们爱的都是你们的妈妈，你们巴不得当时死的人是我，对吗？爸，没有人要跟你脱离关系，是你一直把我们推开。妈妈走了，我们的确是很想她，但是我们更需要一个关心我们的父亲。我还不够关心你们吗？我有给你们辛苦吗？凯德，不要像你姐姐一样令我失望。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乖孩子，哦。你从来不曾真的想要了解我们，你只想要我们变成你想象中的样子。否则，你不会不知道姐有多适合管理金堂，我有多热爱跳舞。我想我的确让你失望了，因为我不是个机器，我是人，我有我想做的事。这就是你想做的事，你想做这些，哼，这些，对，这就是我想做的。好啊，你好啊。除夕夜前夕，清晨公园沟渠发现断指男尸。你为什么突然会去找这新闻呢？这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案子了。 1969年农历新年，地点就在美群公园，你有印象？当然，这是我刚入行时候的案子。我记得当天大家都在准备着过年，可一大早就有民众报案说发现尸体，结果全局出动。 这个死者名叫沈国昌，其实曾经是金堂的合伙人。这里有写他留有妻子跟1个儿子，你有印象吗？这我记得，他们有来过警局做笔录。一般上碰到这种情况，家属的情绪会很激动。不过那个儿子，他却很冷静。你还记得？ 那个儿子名叫什么吗？好像叫沈什么的。是不是叫沈家豪？
对，对，就是沈家豪。哎呀！啊！哎！累死我！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不是说你什么都愿意为我做吗？我当然愿意啊！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不管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我要你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。这就是你之前说过的金家。好，我就为你成为金夫人。这些年来，我竟然是跟一个陌生人同床共枕。我也不知道给他骗了多少事。Uncle Allen， 哎，大小姐。Uncle Allen， 你待在公司最久，你知道沈国昌这个人吗？那是公司刚成立时的其中一位合伙人，是老董事长的一位结拜兄弟的儿子。那为什么他后来退出金堂？沈国昌的父亲年轻时借过老董事长一笔创业资金，后来公司成立了。老董事长就无条件的给了他一些股份，想拉着他一起打拼。怎么知道后来他偷偷的拿了公司的钱去做了投资，结果惨赔公司差点就被弄垮了。老董事长迫于无奈，只好也要切割止血。后来他出事了，老董事长还一度很自责，但那时公司为了补他挖的坑，根本就自顾不暇。你母亲当时还为了这件事心力交瘁。我记得那时为了要尽快研发出可以量产的咖椰酱，妈妈没日没夜在工厂里忙。我还曾经和妈妈睡在工厂里。大小姐，你怎么会突然间提起这件事儿？我只是想多了解公司的过去，汲取教训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公司的营运危机。难怪老董事长要你来接班，你和你妈妈真的很像。你是不是和那个沈家豪早有预谋，想要抢走公司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说是爷爷让他进公司，然后背着我搞了一手，然后把我拉下台，这不是阴谋是什么？还有那个婉玲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，还在我面前演戏。爷爷为什么要改遗嘱？是不是因为你搬出你妈妈来操控爷爷？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对不起你妈，
所以你想要向我报复，是不是？你滚！我们金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凯德也没有你这样的姐姐。要不是凯德被抓，我早就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只怪我自己傻，对你这样的父亲还抱有一丝期望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。我知道你父亲的事了。你接近我，是因为想要报仇。刚开始的确是，你爷爷背弃我爸，毁了我们的家。可是之后我发现自己真的对你有感觉，而且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金堂之所以会有现在的成就，也是因为你妈想到用美味的嘎雅酱来吸引顾客。她在你爸的身边这么多年，也出了很多好主意，对老员工也非常好。可是没人知道张淑仪是谁啊？难道你不想你妈的成就让世人知道吗？而我想要的是亲眼看到金堂咖啡消失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合作，把你爸拉下台，换掉金堂的招牌。你可以换成你妈的名字，还是你的名字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那我爷爷的死，是不是跟你和婉玲有关系？我的确很恨你爷爷，也曾经叫婉玲尝试对他下手。可是他非常聪明，从来没让我们得逞过。他的心脏病发，完全是一场意外。那我的车祸是谁主使的？婉玲偷听到你爷爷和律师的对话，得知你是金堂的接班人。那一场车祸，是婉玲找了她之前认识的黑帮弄出来的。他似乎发现我对你有感觉，所以才会不择手段。要不是我及时把你拉住，你早就被车撞死了。那婉玲的死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最大的可能是他跟那些黑帮有什么事情谈不好。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善类，我已经劝过他不要跟他们往来了，他就是偏不听。现在凯德的罪嫌已经被洗清了，你应该放心了吧？我相信你可以把公司做大。你好好想想我刚刚的提议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害你承受这些。我知道那段影片对你跟 Nigel 来说有多大的杀伤力。姐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我很了解那一种，
只要他发现我被怀疑是嫌犯，无论有没有那段画面，他都会去跟警察证明我的清白。你都不知道我今天看到你有多开心。你跟爸闹翻，又不回电话，我真的以为你不管我一走了之了。我需要一点时间，把一些事情搞清楚。其实，别开这些事情造成的混乱，我还蛮感谢媒体曝光了我和奈佐的事。要不是这件事让我爸知道我一直在跳舞的这个秘密，可能到现在我还没勇气跟他坦白。虽然他到头来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但至少我已经鼓起勇气面对真正的自己。最后，叶叶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：如果你遇到任何困难，记得去你妈妈那里，她拥有你需要的解答啊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今天是公司内部股东大会，你一个离职员工来这里干什么？抱歉迟到了，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代表马来西亚尚达公司张总裁前来出席的沈家豪。抱歉各位，我因为有一些私人的行程耽误了时间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表决今天的临时动议，包括决定现任的董事长是否留任，以及选出新的代表董事长。安盖伦，麻烦你帮我们主持一下。好的，各位股东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是进行临时动议的表决，支持现任董事长金有福先生继续留任的董事，请举手。那么，就请各位股东提出一位代理董事长的建议人选。我提议金凯婷女士。还有其他人选吗？要是没有，我们直接表决了。支持金凯婷女士担任代理董事长的股东，请举手。恭喜金凯婷女士成为金堂咖啡代理董事长，恭喜金女士。谢谢。金董事长。不，抱歉，现在只能称呼你为金先生了。股东会议还没结束，您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们的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？
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大家的协助，那就是金堂咖啡这个名字，从今天开始将成为历史。为了纪念创造招牌嘎牙酱的张淑仪女士，我们选用了她的英文名 Susan， 将 Go Sugar 改为 Auntie Susan。苏珊阿姨，金先生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你这个不孝女，爷爷把金堂交给你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！没错，爸。你现在知道被剥夺的感觉了吗？这么久以来，你理所当然拿走妈妈所有的成就，让她默默无闻。怎么现在听到一次妈妈的名字，你都那么刺耳？你在干什么？你骗我那么多次，我骗你一次，不算过分吧？我从来都没有打算要把金堂咖啡的名字换掉。这是我们金家，还有全体员工的努力成果。姐今天来，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嘉豪很可能是杀婉玲的真凶。嘉豪一直在骗我们，他其实很早就已经认识婉玲了。警方也已经找到婉玲那晚离开餐厅后乘搭的计程车和司机，正在深入调查。趁我和爸闹翻，我会和嘉豪合作，转移他的注意力，让警方好办事。沈家豪，你涉嫌谋杀邱婉玲，我们将以谋杀罪嫌逮捕你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没有杀人，证据呢？我们已经掌握了。你在邱婉玲遇害的时间点，你和她一起去的美泉公园，不是吗？带走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金凯婷，你利用我！不要碰我！沈家豪，我们已经找到当晚的计程车司机，能证明你和邱婉玲在案发当晚9点多去过美泉公园。我们在现场也找到了一个饮料罐，上面有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指纹。我相信那些指纹应该都是你的吧？还有，干嘛？你手上的伤应该不是你自己抓的吧？你不是跟凯德在吃饭吗？怎么会突然跑来找我？我们已经多久没见了？你眼里还有我吗？还是只有金凯婷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不要把我当笨蛋。我从14岁就认识你到现在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你已经变心了，你爱上了凯婷，所以想要摆脱我了，是吗？你想象力太丰富了。
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在乎了，大不了一起死。明天我就把你做过的事都告诉他们，让你心爱的凯婷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。真的误会我了，我一直都在利用金凯婷，我对她好是为了减低她的戒心。不要再骗我了！如果是这样，那天你为什么要救她？要不是你，我们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。你误会我了，真的不是我。我就知道你就是变心了。没关系，要死我们一起死。好，不相信我是吗？你要一起死，我愿意啊。美琪，就是因为我们快成功了，我更不能让你被发现。我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当时我给你的承诺，为了我们的未来。是真的吗？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爱我？当然是真的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美琪和嘉浩 forever。把我拉下台，当上董事长，还在股东的面前给我难看，你满意了吧？爸，够了。面子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以前你埋怨爷爷眼里只有大伯，看不见你的好。难道你也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对我吗？这次公司面临这么大的危机，要是我不出面，股东们都会信心崩盘。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是为了公司着想吗？这封信是妈临终前交给爷爷。爷爷那天找我出去，大概是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，想把这个秘密告诉我。
爸，就算你做出这样不可饶恕的事，妈和爷爷都尽全力维护你。爷爷不是看不到你的好，而是如果他把金堂交给你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大伯？好好照顾凯婷和凯德，不要让他们承受跟你一样的苦，让他们快乐长大，做他们喜欢的事。那你有真正当我是你女儿吗？以前我一直期待有一个正常的父亲，可以爱我，可以关心我。我希望他可以看到我的努力。你从来不曾真的只想要了解我们，你只想让我们变成你想象中的样子。否则，你不会不知道姐有多适合管理金堂，我有多热爱跳舞。淑仪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把我多年来的痛苦，全部都加在我们儿女的身上。我对不起你，淑仪。爸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害死哥的，你原谅我吧。爸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早。爸，我做了金家的招牌早餐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好。吃完早餐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回公司。你可是公司的宝贵资产，我是不会这么早让你退休的。哇，金家招牌早餐，怎么可以不等我就开始吃啊？我怕你还没睡醒，所以让你多睡一会儿。这么香，我早就醒了。儿子，对不起。怎么突然跟我道歉？我突然发现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轻松过。我觉得这样很好。以后，如果你想做什么，我和你姐都会支持你。哦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爸，吃鸡蛋。谢谢爸。谢谢，你也吃吧。嗯，好。
回去吧。Hello, this is Nigel. I'm sorry that I can't talk with you right now. Please leave a message or try again later. Hope you have a nice day. Hi, no problem. I just wanted to hear your voice suddenly. I will find you soon. Wait for me. 你看上个月的业绩。喂，喂，姐啊，你在忙吗？怎么啦？我嘴馋，想再吃点我们家的卡雅酱。贪吃鬼。但是面包早上已经吃完啦。我们家的卡雅牛奶比例怎么调呀？我都是凭感觉，加2汤匙。你先加2汤匙吧。好吧，那我试试看。好，回家聊。你去忙吧，拜拜。凯德，来吃你爱吃的面包啦！爸，姐，我知道当你们看到这段画面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了，我终于自由了。不要为我伤心，也不要哭。对我来说，现在终于感受到快乐，没有愧疚。不用掩饰，也不用假装了。当时去纽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走了。这个世界对我来说，真的太沉重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真的很想结束一切。当时走上布克林大桥上的时候，
迎着风，很舒服。我真的很想就这样跳下去，可是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，说姐姐和爷爷出事了，所以才从桥上走下来。现在只是完成一件很早就想完成的事。看到你们和好，我就更放心了。那就已经在等我了，可能妈妈和爷爷也在，我不会孤单的。我爱你们。